半夜，新兵们用毛巾将一块肥皂扎紧，随后蹑手蹑脚地来到胖子床边，拿出毯子死死勒住他的四肢，塞住他的嘴巴，接着拿起简易且具有杀伤力的肥皂，轮流对胖子疯狂殴打，不停的打击让胖子疼得不断哀嚎。可新兵们并没有因此罢手，直到所有人都打完一遍才停手。那一晚，胖子捂着肚子无助地在床上痛苦。天亮之后，胖子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憨厚的笑容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阴郁和说不出来的空洞。他变得有些古怪，在擦枪时会莫名其妙自言自语。班长眼镜发现了他的古怪，并且告诉同行战友，但是战友不以为然，觉得胖子是因为被孤立久了感到孤独而已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胖子正逐渐走向疯狂。在日常训练中，胖子所有动作干净利索，没有一点拖泥带水，就连最难的射击，他也可以做到全班第一，连教官都感到震惊。因为就在几天前，他还是个连左右都分不清的无能巨婴。别人训练时把枪放左边，胖子却放右边；别人越障碍时都可以轻松度过，而胖子死活也翻不过去。引体向上更是他的噩梦，别人最差也能做2个，但胖子一个也做不出来。即使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，但胖子依旧满怀希望，期盼着能够顺利毕业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成员。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很大差异，因为胖子天生一副笑面，更是引来教官的极度反感，觉得他在藐视自己。教官让胖子立马憋住自己的笑容，胖子努力地将嘴合上，将眼睛闭上，可是还是很难控制住表情。教官为了惩治胖子，直接要求他跪下，并让他主动将脖子伸过来。教官掐住他脖子，直到快要窒息。这一刻，胖子再也笑不出来。由于他又胖又笨，接受能力差，经常遭到教官的谩骂和毒打，以及侮辱性的惩罚。为了让他尽快达标，教官让班长眼镜带着他，眼镜耐心细致地教他如何拆卸和保养枪支，如何系漂亮的鞋带，如何铺看上去很整洁的床。胖子感受到了莫名的温暖。在一次宿舍卫生检查时，教官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果酱甜甜圈，违反了军营规定。教官让他当众吃下，让其他人无休止地做俯卧撑，并宣布今后胖子再犯任何错误都不会惩罚他，而是惩罚所有人。后来胖子不断犯错，教官就让他坐在台子上，一边吃手指一边观看。其他人因他而不停地做俯卧撑，胖子内心也十分愧疚。结束训练后，他向自己唯一的好朋友眼镜道歉，说他给大家带来了麻烦。对此，眼镜并没有责怪他。但是晚上队友向胖子发起报复时，眼镜不仅没有阻止，他还成了下手最重的那一个。也正是有了这次的背叛，他们迎来了最惨痛的报复。胖子半夜3更坐在厕所，露出诡异表情。他一边装填着子弹，一边喃喃自语。见到班长眼镜进来，他还微笑着跟他打招呼，然后一脸戾气地爆出子弹的口径和材质，就像平常训练一样。眼镜被吓得不敢乱动，小心地劝他赶紧放下武器，不然会招来天大的麻烦。然而胖子却突然起身，一边喊着口号，一边做着操枪训练。震耳欲聋的口号惊醒了所有学员，同时也引来了教官。教官进来就问候了胖子全家，可是这次胖子不再忍受，一枪让他永远闭上了臭嘴。眼镜在一旁看呆了。紧接着，胖子缓缓地坐到了马桶上，将冰冷的枪口插进了自己的嘴里。他死在了即将结业的前一天。结业的新兵们陆续被派往越南战场，眼镜也成了一名战地记者。记者的工作平淡而无趣，眼镜不能按照自己心中所想而报道，只能按照上级的想法去报道。也就是说，真实情况得不到报道，虚假新闻反而满天飞。这天晚上，前线突然炮火连天。为了尽快了解前线发生了什么，主编将眼镜派去前线调查。就去往前线的飞机上，眼镜见识到了美军的残忍，他们肆意地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疯狂屠杀，一边屠杀一边兴奋地表示自己已经杀了100多人。面对眼镜的质疑，男人只是说这样杀起来简单，可以快速提升他击毙敌人的数量。战争是残酷的，无论输赢，最终受到伤害都是百姓。刚下飞机，眼镜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：20几具越南兵的尸体被整齐摆放在土坑里，上面撒着白色的石灰。残酷的景象不仅让眼镜发出了一声感叹，活着真好。他们继续往前走去，看到了自己曾经训练营的队友，老友相见格外热情，能在战场上相见，他们无疑是幸运的。可那些未曾见过的战友呢？他们是死是活，又有谁能知道？很快在看见一处村庄时，哨位被突然袭来的炮火给封锁，这一景象让众人十分紧张。为了尽快做出应对，在上级长官的引导下，众人兵分几路摸进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便拿下了村庄。拿下村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战地记者进行记录。根据美军情报，越军昨晚已经撤离这片区域，为了大部队的安全，必须派遣小部分队员前往前线探探虚实。眼镜等人就此踏上了求证之路。虽说越军已经撤离，但是他们在这里埋下了地雷，只要美军踏进雷池，就会将众人炸死。为了避开这片雷区，小队队员只好绕道而行。走到一半，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。如果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只有改变方向继续绕道。可面前的这片区域，他们压根没来过，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潜藏着的越军。如果真有，那么众人都要死在这里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黑人士兵被迫身先士卒去探路。刚走到前方，左右四过了一番，发现安然无恙。可黑人士兵不知道的是，有一杆枪正在不远处的窗口中悄悄地指着他。1枪，2枪，3枪，
面对越南人的精准狙击，美国大兵们瞬间束手无策。一番狂轰滥炸后，他们依旧不知道敌人在哪。他们以为前方遇见了强大的敌军，请求上级坦克支援，但上级答复暂时无法增援。而另一边，为了引诱更多的队员出现，狙击手故意避开他们的要害部位。听着远处不断的惨叫，一名随行的军医看不下去，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想要救回战友，却同样被敌人击中大腿。就在这时，大兵们才意识到这是圈套。狙击手故意避开致命部位，为的就是引诱他们出去救人。在敌军尚不明确的情况下，队长下令立即撤退。可有个士兵偏偏不信邪，端着机枪就冲了出去。好在他足够机警，并没有直接去救人，而是躲在角落里询问军医狙击手在哪。可他刚想抬手去指，两人就被狙击手无情的射杀。这时他们发现狙击手只有一人，于是大家迅速前往。队友赶紧给总部打电话，但狙击手瞅准机会射中了他。众人赶忙带他躲到另外一道墙后，可是这一枪击中了要害部位，再怎样也无力回天。看见战友死在自己的身边，剩下的士兵顿时火冒三丈，他们用烟雾弹掩盖自己的行踪，趁着狙击手看不见前方情况时冲了上去。众人偷偷地摸到各个地方，眼镜很快发现了敌军狙击手，但就在他准备开枪时，枪却突然卡壳。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，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却是一个尚未成年的瘦小姑娘。好在这时战友及时赶到，将越南姑娘打倒，顺利救下了眼镜。看着地上不断抽搐的女孩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可他们很快又恢复本性。士兵们商量着如何处理这个越南姑娘，有人说让她自己慢慢腐烂，有人说把她丢下去喂老鼠。而此时，越南姑娘口中颤颤巍巍说出朝我射击。眼镜想满足越南姑娘的要求，而其他战友纷纷指责眼镜：你最好的朋友刚刚就死在他的枪下，你对他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眼镜没有说什么，他拔出手枪凝视良久，扣动了扳机。最后他彻底忘了自己上战场，只想做个战地记者的初衷，成了一名真正的杀人机器，身上佩戴着象征和平的和平勋章，头盔上却写着杀人王。其实他和被迫杀人的胖子以及为家人复仇的年轻女孩一样，都是无比矛盾讽刺的存在。